林婉紧紧拥抱着顾言，将脸颊贴在他的胸膛，贪婪地吸取着最后的温暖。他的心已经被撕裂成两半，一半是陆景琛所代表的永恒安全，一半是顾言所代表的热烈真爱。但当他回忆起赵小雨和陈芳的嘴脸，回想起在办公室被陈芳羞辱的无力感时，他明白了，他最害怕的不是失去爱情，而是失去自我掌控的权利。现在他终于同时拥有了两者，他必须做出一个极其贪婪却也最符合他个性的选择，他要同时拥有爱和权利。顾言，林婉轻轻抬头，眼神中不再是迷茫，而是重新燃起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坚定的光芒。我选择你。顾言的身体猛地一颤，他知道这个选择的重量。林婉缓缓坐起身，眼中最后一滴泪水滑落，随后他戴上了那副属于金融女皇的冷静面具。这不是单纯的私奔，这是一场有计划的资产切割。林婉的语气充满了专业的冷酷，我不会放弃我用血与泪换来的东西，我必须将万年控股手中的运营权转化为一块谁也无法撼动的绝对资产。他向顾言详细阐述了他的计划。首先，他会以万年控股执行人的身份，在接下来的2周内，对陆景琛名下的资产进行一场精准而合法的调度，将陆氏数个最具潜力的科技板块股权，以重组和避险的名义，转入他可以控制的前进的基金池。这一切都会在陆景琛的授权范围内。其次，他将会正式提出离婚，并利用他对万年控股的运营权，作为他在离婚协议中的最大筹码。他要的不是陆景琛的施舍，而是他应得的能够支撑他和顾言未来新帝国的启动资金。我知道这很残酷，林婉看住顾言，眼神中有恳求也有承诺。这会是一场血腥的战争，陆景琛不会善罢甘休，整个陆氏家族会反击。你必须坚定地站在我身边，顾言，我需要你的技术和智慧，为我的行动提供道德和法律上的合理性。顾言没有问他是否还爱住陆景琛，也没有问这份权利是否值得，他只知道眼前的女人已经将自己最脆弱、最真实的一面交付给了他。我永远站在你这边，林婉。顾言握紧了他的手，这句话是对他心机的纵容，也是对他理想的捍卫。这场破晓前的告别与契约，是林婉对过去虚假婚姻的最后一吻，也是他对未来真爱与权力交织的新人生的宣战书。在天亮前，林婉必须带回钻戒，回到她的冰山丈夫身边，扮演好她忠诚妻子的最后一个角色。她知道，一旦她迈出这一步，就没有回头路了。接下来的2周是林婉人生中最惊心动魄的时期。她白天扮演着一个为了丈夫资产尽心尽责，夜里则用身体安抚冰山丈夫的完美妻子。但同时，她的手指正在陆氏集团的核心资产上跳出一曲无声的盗窃之舞。林婉以万年控股执行人的身份，对资产进行了一系列优化调整。她利用境外复杂的信托结构和股权变动，以降低税务风险和简化决策流程的名义，将数个最具成长潜力，同时也是顾言未来新公司需要的核心技术板块股权进行了合法转移。它不是偷窃，它是重组。林婉的每一步都走得极其谨慎，她所有的决策文件都写着为确保陆景琛先生的最终利益进行紧急资产避险。这些文件陆景琛甚至没有仔细看就签署了授权，他完全沉浸在林婉对他财富的极致保护中，丝毫没有察觉到他正在亲手剪断他的金融脐带。在其中一次关键的股权变动中，林婉甚至亲自向陆景琛汇报，景琛，这份是关于陆氏智慧硬体开发部的股权重组方案。林婉温柔地解释，声音像天鹅绒一样平静，这个部门与光能科技有大量的技术交叉，我担心未来可能会因为反垄断法而受到调查。将其股权提前剥离至万年控股名下的避险基金，是目前最稳妥的做法。陆景琛放下笔，看住他那双充满了专业光芒的眼睛，他对他的专业能力深信不疑。你的担心很有道理，你的判断永远是对的。陆景琛的语气充满了信任与赞赏。林婉的心脏猛地抽紧，他对住眼前这个男人露出了最真诚的，却也是最心机的笑容。谢谢景琛，你的信任是我最大的动力。这场心机的执行期，顾言是林婉唯一的精神支柱。他们会以深夜工作为由，在酒店里见面。顾言会为林婉分析每份文件的法律漏洞，确保他的切割是滴水不漏的。在那些极度紧张的夜晚，林婉会像单纯的情侣一样躺在他的怀里，享受着这份为爱而战的甜美。2周后，林婉手里的筹码已经多到足以让他在离婚战中立于不败之地。他站在陆景琛的办公室外，胸口的陆家家徽胸针闪烁着冰冷的权力光芒。他知道
摊牌的时刻到了。林婉选择了一个周末的晚上，在陆景琛的私人别墅里对他宣战。他没有选择餐厅或办公室，因为他知道陆景琛的怒火一旦爆发，将会是一场吞噬一切的雪崩。在私人空间，他能最大程度地控制局面。林婉精心准备了一顿晚餐，这是他最后一次以陆太太的身份服侍这个男人。当陆景琛看住桌上他最喜欢的菜肴时，他的脸上难得地露出了放松的表情。林婉，你最近的表现太让我满意了。陆景琛语气平静，充满了上位者对优秀下属的褒奖。万年控股的重组方案简直完美，过几天我会给你准备一份。不用了，景琛。林婉打断了他，将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文件推到了他面前。这不是资产报告，而是一份经过顶级律师团队审阅的离婚协议书。陆景琛的目光扫过文件标题，他的表情没有愤怒，没有错愕，只有一种极致的冷凝。这种平静比任何怒吼都更令人心惊。你在拿我测试你的权力边界吗？陆景琛放下刀叉，声音低沉的像是来自地狱的冰块。这是一份契约终止书，景琛。林婉直视住他的眼睛，语气平静而坚定。这份协议要求你承认我对万年控股中40%资产的实质运营权益，并将这部分资产剥离至我名下的独立基金。作为交换，我会为你处理所有后续的法律纠纷，并保证陆氏股价的稳定。陆景琛终于爆发了，他猛地起身，将桌上的香槟酒杯砸向壁炉，发出巨大的碎裂声。你竟敢，林婉，你竟然敢用我给你的信任来捅我一刀！他的愤怒像一场地震，让整个房间都在颤抖。你只爱我的价值，景琛，而这40%的资产是我应得的价值回报。林婉的语气没有退缩，他知道此刻的退缩将会万劫不复。如果你不签字，我会立刻公开，让所有人知道，你亲手签署的万年控股运营授权书正在被你自己否决，你的契约精神和商业信誉将彻底崩塌。林婉随后扔出他精心设计的杀手锏。此外，我会提供我在处理资产时发现的陆氏数个违规避税漏洞的情报给你，这将是对你离婚后最好的避险保障。陆景琛的脸色从愤怒变成了阴沉，最终变成了对林婉狠辣心机的深深恐惧。他不仅要钱，还要用情报为自己创造一个无法被反击的法律屏障。你以为拿着那些漏洞，我就会放过你和顾言吗？陆景琛冷笑，眼中闪烁出复仇的光芒。你不会，景琛。林婉坦然承认，但我会让你知道，想毁掉我，你需要付出的代价是整个陆氏集团的崩塌。林婉的离婚宣言引爆了一场世纪诉讼，陆景琛动用了他所有的权力资源，企图从法律上推翻万年控股的运营授权，将林婉定性为恶意欺诈。陆氏集团律师团队的策略是证明林婉在签署万年控股协议时，对婚姻已经存在恶意，并利用他与顾言的绯闻作为道德上的佐证。林婉的律师团队则将重点放在了契约的专业性和合法性上。林婉的辩护核心是，万年控股的设立完全是为了保护陆景琛的资产，所有步骤均符合法律规定，并经过公证。离婚是情感的结束，不影响商业契约的有效性。林婉亲自向他的律师提供了他过去为陆氏处理危机的完整记录，包括他如何应对荣耀资本的恶意狙击，如何清理家族内部蛀虫，以及他对资产风险的预警。这些文件将林婉塑造成一个尽忠职守、能力超群的专业人士。在法庭上，林婉的律师展示了陆景琛亲笔签署的数十份授权文件，证明了陆景琛对林婉的授权是完全知情且自愿的。林婉成功的将他的心机在法律上披上了为公司最佳利益服务的外衣。婉成功的将他的心机在法律上披上了为公司最佳利益服务的外衣。舆论的对决，圣女与魔鬼舆论场上，林婉面临着更大的挑战。陆氏的水军将她描绘成一个贪婪的拜金女，利用美色和心机谋夺丈夫财产的现代魔鬼。林婉没有反驳，她让她的律师发布了一份声明。林婉女士正在争取的是对她4年来专业工作成果的合理回报。她以一个平民身份进入顶级资本圈，她应得的报酬不应被性别和出身所否定。随后，林婉以一种近乎圣女的姿态向顾言的光能科技匿名注资，确保公司能稳健运行。他将自己的资产运用变成了对科技理想的支持，成功扭转了部分舆论。林婉的每一次亮相都穿着简洁专业的服装，胸口不再有陆家的胸针，但眼神中却充满了被打压的坚韧。他利用了公众对平民对抗权贵的同情心理，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在婚姻中被利用，在离婚后被封杀的独立女性。随着官司的浇筑，
陆氏家族的内部压力与日俱增，沈曼作为家族中最有权势的长辈，意识到这场战争正在不可逆转地损害陆氏的商业信誉和股价。林婉知道沈曼是他最关键的突破口，他私下与沈曼会面，没有请求，只有威胁。姑姑，你知道，这场官司打得越久，陆景琛过去那些决策中的冲动和失误就会暴露得越多。林婉语气平静地说，但每一个字都像钢针一样锐利。如果我需要证明万年控股的运营权是必要的，我就必须证明陆景琛是不适合继续全权掌舵的人。林婉随后向沈曼展示了一份他手中握有的陆氏内部的机密财务报告，报告详细记录了陆景琛在接手初期几次冒险投资的巨大风险，以及林婉是如何在背后巧妙地为他修补漏洞的。这份报告证明，我拿到运营权是为了挽救陆氏，而不是掠夺。林婉看住沈曼，眼神充满了交易的冷酷。我不需要毁掉陆景琛，我只需要你们承认我的价值。如果你们不接受和解，这份报告将会送到证监会。沈曼的脸色煞白，他知道林婉说的是真的，林婉的心机从未改变，但现在这份心机正在为他自己服务。沈曼意识到，林婉已经不再是那个可以随意打发的助理，他已经进化成一个可以和陆氏平起平坐的金融操盘手。为了家族的稳定，他必须做出牺牲。沈曼约见了陆景琛，景琛，你必须停手。沈曼的语气不容置疑，你无法在法律上击败林婉，因为你所有的授权都是你亲手签的。你对他的愤怒正在让整个陆氏为你的情绪买单。他背叛了我，姑姑。陆景琛的声音充满了屈辱。他从未背叛你，景琛。沈曼残酷地指出，他只是从一开始就只忠诚于权力。你给了他权力，他就拿走了，这是你为你的傲慢和对女性的轻视所付出的代价。沈曼代表家族对林婉进行了非正式的裁决，陆氏愿意接受和解，但林婉必须放弃陆太太的头衔，并保证她所获得的资产将来不会用于对抗陆氏。林婉成功了，她以一己之力迫使这个顶级家族接受她的条件。尽管沈曼已经介入，但陆景琛的骄傲让他无法接受失败。他知道无法在法律上击败林婉，于是将报复的焦点转向了林婉最柔软、最真实的部分顾言和他的光能科技。陆景琛以一种极其阴险的方式，利用他在金融界的人脉和影响力，对光能科技展开了无形的金融狙击。光能科技的股价在短时间内被恶意做空，几家重要的供应商在同一时间单方面解除了合作协议，顾言的现金流在一夜之间几乎断裂，公司面临着巨大的违约风险。顾言看住摇摇欲坠的公司，内心充满了痛苦和自责。他知道，这不是单纯的商业竞争，这是陆景琛对林婉选择他的最残酷的惩罚。林婉，这不公平。顾言痛苦地对林婉说，这场战争是你和陆景琛之间的，不应该让我来承担代价。林婉看住顾言眼中闪烁的泪光，心如刀绞。他为自己将他卷入这场权力风暴而感到无限愧疚，但同时他也燃起了为爱人而战的最终斗志。林婉没有浪费一秒钟，他立刻启动了万年控股中他早已准备好的备用资金池，以紧急战略注资的名义，向光能科技注入了足以稳固公司运营的庞大资金。他亲自出面，在业界发布声明，万年控股相信光能科技的技术与潜力，任何恶意做空行为都将受到我们的全力反击。林婉的声明像一枚重磅炸弹，瞬间稳定了市场信心。他不仅救了光能科技，也向全世界证明他所拥有的权力是真实且可运用的。顾言站在林婉身边，看住他以一种超越所有商业巨头的冷静和果断，挡下了陆景琛的致命一击。他对他的爱已经从浪漫的激情变成了充满敬畏的共生关系。他知道这个女人将会是他的守护神。这就是你想要的权利，顾言。林婉握着他的手，眼神中充满了坚定。我会用我的权利永远保护你的理想不被任何恶意资本所玷污。林婉对顾言的强力支援彻底粉碎了陆景琛的最后一丝希望。他意识到林婉已经不再是他的附属品，而是一个拥有独立军队的强大对手。在沈曼的施压下，陆景琛最终接受了林婉提出的和解协议。林婉将在离婚后获得对万年控股 40% 资产的独立运营权，并将这部分资产剥离成独立的基金体系。最终和解，冰冷的签字在离婚协议签署的当天，陆景琛和林婉再次见面。陆景琛的眼中充满了怨恨，但他知道自己已经无力回天。你赢了，林婉。陆景琛的语气平静的可怕。你用你的心机拿走了你想要的一切，但我希望你记住，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源自我曾经的信任。林婉看住他，眼中没有胜利者的得意，
只有一丝对过去的复杂情感。景琛，你给我的是证明我价值的机会，我并没有违背我对你财富的忠诚，我只是将它转化成了我自己的财富。林婉将一枚早已准备好的名表放在桌上，那是他对他最后的体面告别。协议签字完成，林婉正式摆脱了陆太太的身份，她只花了1年多的时间，就从一个底层助理晋升为一个手握数百亿资产的独立资本家。离婚后的第1周，林婉就将剥离出来的核心资产进行了重组，正式成立了他的金融科技控股公司启明星资本。启明星资本的设立宗旨是对高科技创新企业进行战略性投资与孵化，首个重点投资项目就是顾妍的光能科技。林婉的目标很明确，他要将这40%的资产打造成一个比陆氏集团更灵活、更有远见、更具科技理想色彩的金融帝国。这是一个将他的商业野心与顾妍的技术理想完美融合的载体。他不仅要成为富有的女人，还要成为科技进程的推动者，这份权利才真正属于他。启明星资本成立记者会是林婉第一次以独立资本家的身份站在聚光灯下。这场记者会不仅是商业发布会，更是林婉对旧爱陆景琛的体面终结，以及对新欢顾妍的正式加冕。林婉身穿一套简洁干练的白色西装，胸口没有任何装饰，但她周身散发出的气场比过去佩戴陆家家徽时更为强大。记者会上，所有问题都围绕着她与陆景琛的离婚以及资产分配。林婉女士，外界传闻你是利用婚姻谋夺陆氏资产，请问你如何回应？一位记者尖锐的提问。林婉的回答冷静而优雅，我从不否认我的野心，但我只获取我应得的报酬。我与陆景琛先生的婚姻是一段成熟且彼此成就的商业伙伴关系，现在这份伙伴关系以一种彼此尊重的方式结束了，我感谢他对我能力的认可。他成功将离婚解释为商业伙伴的和平解约，彻底将自己从心机拜金女的泥潭中抽离。新欢的加冕，当记者问及启明星资本的战略方向时，林婉话锋一转，邀请了他的核心战略伙伴顾妍上台。顾妍以光能科技创始人的身份上台，站在林婉身边，他穿着一件简洁的衬衫，眼神中充满了对技术的热忱，与林婉的金融锐利形成完美互补。林婉主动伸出手，握住了顾妍的手，在所有镁光灯前没有丝毫避讳。启明星资本将以顾妍先生的光能科技作为我们的技术核心，我们将为所有怀抱理想的科技创业者提供坚实的后盾。林婉的语气中充满了对顾妍的偏爱与骄傲。记者们立刻意识到这两人之间不只是商业伙伴。林婉女士，请问你和顾妍先生的关系是否已经超出了工作范畴？林婉微微一笑，这是她与顾妍的最终公开宣言。是的。林婉的眼神充满了柔情，那份柔情是独属于顾妍的。她说给全世界听，在权力的世界里，我们需要盟友，而在我的生命里，顾妍先生是我唯一的盟友，也是我唯一的爱人。这句话充满了心机与真诚的复杂结合，他既坦诚了爱情，又将这份爱情包装为一种权力的联盟。他没有为爱牺牲权力，而是用权力为爱人加冕。在公开关系后，林婉和顾妍没有举办盛大的婚礼，但他们的生活却充满了共筑新帝国的热情。启明星资本在林婉的运营下，迅速成为业界的焦点。他将他在陆氏学到的所有金融操纵技巧，用于支持顾妍的光能科技，让他的技术理想得以快速实现。林婉和顾妍的关系是金融界最独特的组合。林婉负责所有对外的残酷的资本博弈，他用铁腕手段为光能科技清除了所有的竞争障碍和恶意收购企图。他不再需要绿茶演技，他的权力就是他最坚硬的盔甲。顾妍则沉浸在实验室里，他为林婉提供的是最尖端的技术洞察和最纯粹的理想之光。林婉的每一次决策都能得到顾妍的技术验证，确保启明星资本的投资永远走在时代的最前沿。你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林婉。顾妍在一个深夜从实验室回来，疲惫却满足地抱住他。我不需要担心资金，不需要担心被恶意吞并，我只需要专注于我的理想。这就是我为你争取的，顾妍。林婉抚摸住他的脸，眼神中充满了对这份权利的满足感。我爱你，我无法忍受你的理想被那些贪婪的资本家践踏。现在我就是那个最贪婪的资本家，只为保护你。林婉知道陆景琛一直在远处注视着他，启明星资本的每一次胜利都是对陆景琛的一次无声嘲讽。他看住林婉将他曾经的资产打理的比在他手中时更具活力，看住他将那个曾经深爱他的顾妍守护的滴水不漏。陆景琛的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愤怒、屈辱、
以及一丝不得不承认的敬佩。他最终发觉，林婉从未真正属于他，他只属于他自己，以及他愿意用全力去守护的理想。他没有再对林婉进行任何反击，他知道林婉已经用他的全力为他们之间的界限筑起了一道永恒的长城。数年后，启明星资本已经是亚洲金融科技领域的领军者，林婉成为了业界最传奇的女性掌舵人，她与顾岩的爱情也成为了一段广为流传的、充满争议的佳话。林婉站在她自己帝国总部的顶楼，这座大楼不像陆氏集团那样充满冰冷的压抑感，它充满了科技的流线美和对未来的憧憬。她已经不再穿着那些刻板的套装，她的服饰优雅、随性，因为她的地位已经不需要外物来证明。她的手上没有了那枚硕大的结婚钻戒，取而代之的是一枚低调却充满设计感的情侣对戒。她不再需要算计，她只需要做出最优雅的决策，因为她的资源已经足够强大。顾岩走进办公室，将她从背后抱住，在她身边，林婉可以瞬间卸下所有女皇的姿态，变成那个单纯的女人。今天股市又涨了，林婉。顾岩笑住说，我们又创造了新的纪录。不是我们，顾岩，是你的理想创造了纪录。林婉转过身，依偎在他的怀里。他偶尔会想起陆景琛，想起他曾经在那个冰冷的婚姻里感受到的极致孤独和极致安全感。林婉的心中已经没有了怨恨，只有一种深刻的释然。他承认，如果没有陆景琛，他永远不会学会如何在这个残酷的资本世界中生存。他的心机与野心是在那场婚姻中被彻底锻炼出来的。陆景琛是他的试炼场，而顾岩是他的救赎。你后悔吗，林婉？顾岩轻声问，这是他们之间永远的疑问。后悔你曾经走过的那条路。林婉闭上眼睛，感受着爱人真实的体温。我不后悔，顾岩，我用尽我所有的心机和智慧，去争夺了一份只有你能给我的心安。林婉轻声说，我曾经以为权力能带来安宁，现在我知道权力只是保护安宁的工具。他最终没有成为黄金笼里的囚徒，他用他的心机为自己争取来了一份可以与爱情共存的权利。她是一个心机女，但她最终赢得了她最想要的双重幸福。她成功了，她的故事成为了一个关于野心、权力与自我救赎的永恒传奇。林婉的回顾，窗外的夜景永远绚烂，而我的心永远在警惕。这几十年来，我始终在两条钢丝上行走，一边是陆景琛的冷静审视，一边是顾岩理想的光芒。我的生命就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双面间谍游戏。我成功了，我用最巧妙的心机，在权力的顶峰活到了最后。我没有辜负自己的野心，也没让自己的良知完全沉沦。每一次我匿名支持光能科技的决策，都像是给自己疲惫灵魂的一剂解药。我的爱藏得太深，深到成了一个无法公开、无法兑现的秘密。我常常问自己，当初为什么不带住顾岩走？答案很残酷，我需要这份权利来对抗命运的不确定性。我从未真正相信过爱情能成为我的铠甲，只有资产和地位才是。现在，我拥有全世界，却没有一个可以完全放松的夜晚。我的成就是用永恒的警惕换来的，值得吗？当我想到顾岩能够在纯粹中发光，而我则在谎言中保护这道光时，这份牺牲或许就是我身为心机女对自己爱情的最后贡献。我活得强大，但也注定孤独。故事完。